猴痘在美国终于可以接种疫苗了，可是因为需求很高，而且它的数量真的很低，很多患者呢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可以接种。那在我们可以接种疫苗之前，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们保护自己免受猴痘的感染还有伤害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床上那些事，我是美国硅谷的性心理学家 Margaret 博士。那为什么我今天会聊到猴痘这件事呢？因为经过他们统计啊，很多猴痘的患者其实是男权男的就是男性通过性行为而感染到的现在的一种疾病。那它其实一开始不是这样子的，它其实一开始像我们说猴痘嘛，其实它是在猴子身上，还有一些小鼠还有一些 squirrel 身上detect 到的一种病毒。可是呢，它在1970年就在一个9个月大的小婴儿身上呢，就发现了这个病毒还可以感染到人呐。那其实在1970年以后呢，猴痘就在非洲不同程度的在肆虐，可是因为当地的资源很低，而且其实它的死亡率也不高，所以一直呢也就没有得到太大的重视。直到我们今年的5月份，猴痘就开始在欧美国家肆虐了，而且呢，这次他们发现，它变种了。它之前更多的是可能就是动物传人可能我们是透过接触动物，或者吃食了还没有煮熟的动物肉，或者被动物抓到才感染到的。可是呢，它5月份这次发现了，很多其实是通过人与人的近接触而感染到这种疾病。更多的患者呢是男同志或者双性恋的年轻的男生去感染到这个病毒。他们在 UKHSA 的数据收集中呢，他们呢就邀请了82个人进行这个访问，在参与的45个人中呢，有 44% 的人报告呢，在前3个月有超过10个性伴侣的也有 44% 的人呢报告说他们在猴痘的潜伏期间呢有参加过多人运动的。而且研究人员呢在这些患者的精液中呢也收集到猴痘病毒的 DNA。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说猴痘是性疾病，可是我们都知道猴痘其实它是天花的近亲，它是会通过性行为而感染的。那现在美国呢也在 LGBTQ 的社群中呢也做了很多的预防工作，还有宣传教育的工作，希望可以一起去预防猴痘的大流行那至于猴痘会不会说像 COVID-19 那样子的大流行呢，现在很多专家都说可能那个机会不大，因为它是通过性行为的感染。其实它现在的感染更多的像我们之前的艾滋病的感染也是男性行为的感染，后来呢就扩散到 general public 这样子。那跟我们 COVID-19 不同的是，猴痘的感染呢其实是通过很亲密的人与人的接触就是我们的性行为或者接触到猴痘患者的衣物床单甚至他们用过的厕所或者性玩具或者直接接触到猴痘患者他的皮疹而感染的。也有一部分呢是接触到呼吸道的分泌物而感染到。很多猴痘的症状呢跟我们流感很相似，就会发烧、头痛、肌肉酸痛、背痛、喉咙痛、咳嗽我们的淋巴肿大、发冷或者很疲惫。那跟我们流感不一样呢，猴痘它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会有皮疹。那通常呢，猴痘它的潜伏期呢有7到14天，而且很多症状呢都是在接触到患者的3周之内呢就会开始，1到4天之后呢就会开始出现皮疹的现象。那这些皮疹呢
呢，除了在我们脸部出现以外，还会在我们生殖器的附近啊，或者肛门出现啊，还有其他部分呢，可能是在手啊、脚啊，还有胸部出现。不过在脸部出现还是挺多，而且挺早期就会有这个现象。而且呢，它这些皮疹呢也会出现在我们身体里面，就好像我们的口腔啊、我们的阴部啊，还有肛门里面也会有这些皮疹的出现。那一开始呢，它就好像丘疹或者水泡，会有点痒，然后它在愈合之前呢，也会经过几个阶段。那我们一直到结痂脱落之后啊，我们的感染的风险才会降低，而这其实需要几周的时间啦。因为现在夏天也到了，我有很多同志的患者，他们也说，哎呀，我们有很多活动也会跟我的男朋友一起去参加或者参加多人运动，那不是会很大风险去感染这个猴痘吗？那有什么可以注意事项的呢？那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其实很多猴痘的患者，你在前期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脸部上面就会出现水泡呀、皮疹啊，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讯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它没有出现这个现象的话，那我们就小心接触了。像我们之前说的，其实猴痘的感染很多是通过人与人的亲密接触。那这些亲密接触都包括什么的亲密接触呢？这可能是口交啊、肛交啊、阴道性交啊，或者接触猴痘患者的生殖器官，这些都有感染的风险呢。所以如果我们是有这个性行为的话，可能我们就真的要多用避孕套去保护自己。或者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性伴侣或者我们参加多人运动的时候，这个玩伴身上有一些水泡，那我们就要比较注意了。其他的接触呢，也包括拥抱啊、接吻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它的皮疹呢，其实也会在口腔里面，所以如果里面是有疱疹的话，你接吻的时候呢，也会感染到哦。那另外一个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也有提到，可能猴痘患者他使用过的毛巾啊、床具啊、他的性爱玩具啊，如果我们碰到这些的话，其实也有感染的风险呐。那另外一个呢，可能我们比较小心的过滤我们的新的性伴侣，或者在我们做爱之前呢，就先询问一下对方的一个历史看看对方的整个身体的情况。那如果您或者您的性伴侣不小心患上了猴痘呢，其实他现在还没有药可以医治，可是呢，这也是一个可以自然疗愈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 COVID 一样，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幸患上了猴痘了，我们就要自行做个隔离就避免更多的性接触，去感染更多的性伴侣。那自己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些患者说也挺痛苦的，因为它会很染嘛，而且身体会很疼痛，就不是说虽然它不会致命，因为它的致命率其实挺低的，其实是3到6% 的致命率，可是这个过程还是挺磨人的。那如果我们是不小心感染了的话，我们就要自行隔离现在在各个国家都没有强制隔离，只有在丹麦就是会建议你隔离21天这样子。那我们在隔离的过程中呢，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皮疹怎么样，就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皮疹呢都结痂掉下来了，我们的皮肤都回到原来的现象呢，就大概21天左右吧，那这样子大概就可以愈合了。那现在呢，在美国还有其他的欧美国家呢，也有猴痘的测试，虽然它的那个
需求很高，然后那个数量还是很低，还没有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防御。所以现在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先保护好自己啦。那如果你说我是真的得到了猴痘，或者怀疑我得了猴痘，那你可以去当地的医院去询问，然后把你 put on waiting list， 因为他现在很多可以接种疫苗的猴痘患者呢，都是已经在等候多时了。其实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给general public， 就是不是高危的人群去接种这个疫苗，只有说我已经感染了，他才会有这个资源去帮助你。所以如果我们怀疑自己是感染了，那真的要去赶快的咨询你的医生做这个检测，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更快的疫苗了。虽然说没有药物去治疗嘛，可是他们也发现接种了疫苗以后的猴痘患者呢，他的病症呢就会比较轻，没有那么的痛苦那这样子就没有那么的磨人了。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啦，希望这些讯息对你们有帮助。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还不错的话，给我点赞、订阅、加分享，这样子 YouTube 就可以把这个视频推荐到更多需要这些讯息的人群了。因为我的频道还是很小嘛，所以看到的人可能不多，你们的一个小小点赞订阅真的可以帮助这个视频的推广，而帮助到更多的人呢。谢谢你们，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